我老公有个二大爷，一条腿，曾经让我用中国功夫给怼起飞了，真的我不骗你，真给怼起飞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公上他家，我们一块开车从加拿大上美国看他二大爷去嘛，就是叫比尔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去东海岸让资本打滚，来西海岸看杀死比尔。比尔呢是个挺和善的老头，就是稍微有点没正经的。有一次我说我要做中餐，缺块姜，他上城里给我买块姜，回来时候给自己打了个嘟嘟唇，那嘟的低头都看不着脚。然后还跟他媳妇一块做了个光子脱毛，完他还秃顶，回来时候浑身没有毛，漂白锃亮，完事整个脑袋上就一张嘴，像条海豚似的就进来了。完我当时还寻思呢，我不知道他这情况啊，所以我还寻思你这腿刮的太干净了，腿太好看了，不但没毛刮裤子，关键是没有腿肚子。然后海豚比尔呢，第二天早上就在他家这厨房煮咖啡，然后我就过去了。这时候我老公和他美国的一个好朋友呢也进屋了，是个墨西哥小伙，老帅了。然后我就走进他二大爷呢，我就发现这老头一个裤腿是空的。当时我就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他在骗我，因为他就没啥正经的嘛，以前装过喝醉，装过猝死，还装过自己是变装女郎、穿维密啥的，都给我骗了。所以我当时就一种直觉，就坚决不会再被他骗了。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咋寻思的，反正我就，你给我撂下，你给我撂下，然后他就起飞了，他真的他就起飞了。然后我不1.2米嘛，那墨西哥那小伙也没看明白是咋回事，就看不到啥玩意儿，呲溜家就过去了，完比尔就倒了，而且他还不知道比尔一条腿这事儿。他就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然后我老公也惊呆了，他知道比尔是咋回事，但是他忘跟我说了，他知道我人不咋地，但是他没想到我能对这老头下黑手。然后这个墨西哥小帅哥呢，看着我老公也下这样，就以为他俩在同一个下点上呢，就更顿觉神奇，问我老公，你刚才看着外头没？树叶都掉了。然后他继续追问，你也不知道你媳妇能这样啊？哎，他刚才他摸脑袋干啥？他缺气呀。我老公说他缺德。然后这时候我呢一回头，发现身后烤箱旁边放条腿，搁那审视我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绝望，好在这个比尔大爷呢性格特别纯良，一点没生气，说我就逗你呢，我看你这个功力能给我怼哪去？朱门酒肉臭，人间看不透，此生就想踹起飞，被一个空腹 Chinese girl。我给人怼起飞肯定不对啊，但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，就是我还挺享受的，咱觉得挺普通的一个事儿，就带上一点东方色彩，就是非常容易让他们觉得很神奇。我老公第一次来铁岭，第一次看到药酒不敢喝嘛，现在媳妇儿都跑了，才想起来想延迟衰老，想自己泡药酒。我还问我呢，就是想自己找食材嘛，问我那药酒里边泡个大白萝卜是干啥呀？抵抗衰老咱不能用大白萝卜，药酒里头是啥呀？是人参，是虫草，是东方不老的瑰宝。所以皮肤想延缓衰老，还得用真的虫草。羽西这个虫草流金瓶呢，我以前就推荐过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表情比较烦人，就总像别人欠我钱似的，所以我这个抬头纹、皱眉纹、法令纹就长得都挺要强的。这个用完之后呢，我说的这些纹路确实都会变淡，然后这个苹果肌了、什么下颌线了，我觉得贴上效果还挺好的。抗老不是需要玻色因吗？这里边含有9%的玻色因，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。9%这个浓度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这个浓度的其他产品得至少1000多块钱，这个能便宜1半多。还有珍贵的汉草虫草，可以减少胶原蛋白流失，和那个玻色因一块中西结合效果好，长期使用能把皮肤的底子。更关键的是，不是618大促来了吗？比平时更便宜，所以我2次推荐。你们看，如果这个功效适合你的话，就加油囤吧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，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。总之是一顿妖艳的红尘，在坊间传至。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？我以前只是听传说，从未被认证。那天我被认证了，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，就是里边啥也没有。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，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，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。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，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，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。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，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，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，离穿小裙就远点嘛。这个人呢，这姓 Sex，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。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，特别板正，然后做工很精致，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，所以它成本比较高。很多年轻人哈，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，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。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，就他这小裙就租的，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，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。然后婚礼的头一天，这不单身派对嘛，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，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。为啥我说他傻狍呢？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。印度餐火焰山，肠中往事一锅端。然后第二天婚礼嘛，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，这个非常正式、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，一般都赶第二场，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，然后就开敬酒，然后就开跳舞。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。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，大伙就开喝嘛。然后这个环节吧，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。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。
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，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。完事说回来啊，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，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，你踩我踩你的，就跳不好。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：“你拉倒吧，老赛，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。”我跟你说，喝到量的人，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？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。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，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唱也太有意思了，啪嚓一下就过去抱他媳妇大脖，一下给搂住了，然后跳他媳妇身上了，给媳妇压坐地下了。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，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，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，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的一大笑，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一混蛋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，就长征往事一波波。之后都发生了啥呢？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。但他还跟我撞人，没给我提一个事儿，他朋友给我爆料的。就因为他这个缩短小裙的特殊穿法，就真空穿法嘛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嘛，对不？他第二天居然抖了，扑了，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，他不租的吗？押金都拿回来了。他媳妇这婚纱呢完了，是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？而且他媳妇留住，就花钱买了，没办法，花钱买了，把这婚纱留住了，之后往出免费租，都没人碰，都没人问。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，第二天我参加婚礼，我看着穿小裙的，我都保持社交距离。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，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？哥多说一句什么呢？我姓赛嘛，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。但是我说啥呢？我无所谓，就你嫂子也好啊，你哥也好，就包括你，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，就是这个。这啥妹夫，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。就是哥要说啥呢，就不用后悔，想开了有啥呀？不后悔，不没离吗？不后悔，人间不值得。你说就这个人这个情商可咋整呢？真是中国老丈母娘命中一道坎，天天给我妈拆台。我妈呀是个很好面的人，俺家人一多的时候，如果谁夸孩子有啥优点，我妈都说随我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说：“难道不应该随我吗？”我说：“她说随谁就随谁。”然后我姥说：“哎，你说咱家这拿铁哈也不怪人别人说，真像个猴，你说随谁呢？”大胖媳妇直勾瞅着我妈，随你。然后我就跟她解释，我说孩子随谁这个事儿吧，它不是固定的，你得先分清好赖话，然后随机说。大胖媳妇说：“鸡是谁呀？那就说拿铁像猴这个事儿，那到底是随我、随姥姥，还是随鸡呀？还是随鸡呀？”我妈看着我搁那跟她解释了，跟我说：“你俩不用跟她说悄悄话，孩子随谁这个事儿我无所谓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我随便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你看我刚学会随机，你要随上便了，咱们很多老人其实心态都这样，就爱显摆孩子，哎呀，那比的那跟小孩似的。就比如他们对小孩成长有套话，什么3月翻身4抬头啥的。我妈很拼呐，在敖打2个月的时候不翻身，我妈就天天怼他翻，他也不翻。然后有一次俺家里来人，这个人是谁干啥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孙子已经翻身了。我妈急坏了，急中生智，她把他的电动床垫子给调了，哎，一边高，然后就跟我这个远房的老姨啊展示这个孩子是怎么翻身的。我这老姨说：“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太硬实了。”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姨，这个床你上你也翻，你上你也翻。到了拿铁这儿呢，拿铁跟他姐不一样，什么抬头翻身还真都挺早，尤其是长牙早，哎呀妈，2小排。我妈非常开心呢，到处显摆，一会儿就让拿铁笑。为了堵住大胖媳妇的嘴，我妈直接告诉他：“你不用不理解，你爱理解不理解，3岁看老，长牙快，啥都快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妈，你知道世界上牙最多的动物是啥不？是蜗牛。这个动物吧，除了长牙，啥都慢。拿铁出生的时候5斤8两，我妈逢人便说7斤。大胖媳妇就问我+2是什么风俗？报虚岁啊。然后前2天在楼下，我妈看着一个跟拿铁一样大的小孩，27斤，我妈张嘴就说：“我孙子28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拿铁不是26吗？这就是随机还是随便的？咱妈以前是不是干过屠夫？怎么报斤数的时候总是有点莫须有的成分在呢？”我妈就说：“大老人你不懂，就是这个心情。我的孙子那就得胖乎，哎，白胖的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不是我吗？那以后出门我给你装会孙子呗。”我就劝我妈，我说心情可以理解啊，但是拿铁人是标准体重，你非得整的跟他爸一样干啥呀？他吃的香，拉的臭，26斤腱子肉，这不喝了6个月诺优能运会吗？吸收好，身体好，一点不虚胖，里边都是天然 OPL， 而且他姥不也老说吗？天然的才是最好的。拿铁过年带回去，俺家人都说壮实了，我还跟我嫂子说，我说我强烈推荐你给我大侄儿整上。最近我妈可老自豪了，全天岭都知道拿铁已经会倒背唐诗300首了。黄河入海，欲穷千里，更上一层。
哟，大胖媳妇儿都说我儿子这唐诗硬背出了3句半的格式，跟3句半似的。反正我是觉得啊，孩子到底是2岁还是2岁1个月背黄河入海流，没有啥本质区别。如果哪天他们自己主动思考了一下，问你黄河为啥入海流，我觉得那时候孩子那个动脑能力那是更上一层楼。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汉语比你好，他头发比你多。烦死了！